中共想用牛市给93大阅兵撑场面，想不到市场很不给面子。8月27号，中国 A 股跳水，4700股下跌。经济其他方面传出的坏消息更多，工业利润连续3个月下跌，价格大战让中国最大外卖平台美团利润暴跌97%，融创中国上半年亏损128亿。这个时候，中共还在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，实在是太讽刺了。中共官媒把习近平在历次上合峰会上引用中国古语收集起来，把它包装成满腹经纶的样子，不料弄巧成拙，透露一种高级黑的味道。上合峰会成了习近平出风头的舞台，中共央视也不忘添油加醋。8月27号的时政微观察收集了习近平在历次上合峰会上引用的中国古语，像四海一家啦，不以山海为远啦，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啦，民企者强啦，生拉硬拽，给中共党魁进行文化包装，给人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米兰。天津的上合峰会似乎只是开锣戏，主戏还是北京的93大阅兵。为了这次阅兵，中共做足了功课，其中包括给中共大阅兵献礼的大牛市。早在今年7月26号，中共证监会就郑重其事的会议布置7大重点任务，要确保中国股市在93阅兵前站稳4000点。中共憧憬着93阅兵礼炮鸣响的时刻，中国 A 股站上4000点高台，习近平那时会感到特别有面子。市场偏偏不给这个面子。8月27号下午 ，A 股市场突然跳水，上证、深证收盘双双跌超1%，创业板指数翻绿，全市场超4700只个股下跌，半导体、银行、白酒、电力、消费电子、通讯设备、军工装备等整体下探。宁德时代跌超3%，农业银行、贵州茅台、中国人寿等跌超2%。在这背后，隐藏着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算计。中共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7月末，中国居民存款余额高达130万亿元。为了掏空这笔130万亿巨额存款，中共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，制造 A 股大牛市，老百姓会乖乖掏钱出来。中共既割了韭菜，充实了中共腰包，又能给93阅兵献上一份大礼，这是多美的一个梦啊！房地产没戏了，中共就在股市开一扇窗，让股市上涨。这一招果然有用。8月18号，上证指数在日盘中一度突破3745点，成为2015年8月以来10年新高。沪深300指数年内涨近8%。同时，单日成交额超过2.7万亿元，创下历史第3高。人们看到，近来中国 A 股市场出现强劲上涨势头，他们心动了。根据上交所发布的新开户数据显示，今年7月 A 股新开户数达196.36万户，较今年6月的新开户数环比增长超过30万户，环比增长近2成，同比增长逾7成。今年6月 ，A 股新开户数为164.64万户，而去年7月 ，A 股新开户数则为115.14万户。今年前7月 ，A 股合计新开户数达到1456.13万户，较2024年前7月 ，A 股合计新开户数1063.79万户，增长36.88%。中国老百姓太惨了，他们没有任何让财产保值的渠道。看到股市有了上涨的苗头，他们虽然上过很多当，但这次的牛市好像不像假的，他们还是进来了。这些进入股市的中国普通股民，很多都是靠打零工糊口。在凌晨4点的北京，争抢零工机会的中年人。纽约时报8月27号的报道记录了北京一个零工劳务市场的日常情景。凌晨4点，北京南郊马驹桥一个十字路口，已经有3-2的人影闲站在人行道上，默默地啃着馒头。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？大约4点30分时，人们看到包工头们骑着电动车来到这里，大声报出今天的日结工资170元、180元。
这些早起的人把包工头们团团围住，找工作的男人和女人们从附近廉价的住处涌来，到太阳完全升起来时，这里已经挤满了数百人。马驹桥是一个日结工市场，北京的一个说法是落难必闯马驹桥。随着中国经济日渐萧条，落难的人越来越多，已经多到超过了马驹桥的负荷。中国的工作岗位一天天减少，日结工市场也日渐冷清，打工者临时居所的条件更差。电线杆上贴的合租房广告，每晚租金最低25元。就是这样，在手机维修店、饺子摊等店面的褪色招牌下，有些人露宿街头。日结工市场里时不时发出打工者与包工头谈判的声音，更多的是无奈低声抱怨声。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子出现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当不当演员？”他正寻找年龄段16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去片场当临时演员。一群人包围了他，大声询问多少钱、工作多长时间等等。大多数人没接这个活，他们嘴里嘟囔着不划算。王丽媛就是走开的一位，她扎着马尾辫，说话声音充满活力，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。但问题是，她已经43岁了，在包工头眼里已不再年轻。他摇着头说：“40岁就开始退休了。”王丽媛说，她每周一般只有4天或5天能找到工作，最好的日子她能挣180元。1年前的劳务费不仅更高，还管饭。她已经不再缴纳养老金和医疗保险，因为她担心，等她有资格领取时，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医保基金将会耗尽。中国经济大环境极其糟糕，像阿里巴巴、京东和美团这样的电商巨头也陷入内卷漩涡，展开价格大战。价格大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日经8月27号报道，外卖平台美团第二季度净利润暴跌97%。原来美团与阿里巴巴旗下饿了么和新入局的京东展开价格战，不得不投入了大量补贴。京东的新业务板块，包括外卖业务，在第二季度也录得148亿元的经营亏损。中国的外卖行业竞争剧烈，美团股价年内已下跌超过20%。尽管如此，美团的海外扩张并未放缓。上周，美团正式在卡达推出 Kita， 通过向新用户提供价值200卡达里亚尔约合55美元的优惠券和免费配送，将价格战模式带出国门。融创中国8月26号晚间发布的中期业绩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公司录得营收199.9亿元，同比下滑41.7%，净亏损为128.1亿元，同比收窄14.4%。融创中国的财务状况十分严峻，比较而言，在2019年和2020年，融创中国的规模净利润分别为281.6亿和395.5亿元。此后，公司业绩由盈转亏，在2021年至2024年，规模净亏损分别为382.7亿、276.7亿、79.7亿和257.0亿元。中国经济陷入大萧条之际，中国的老年人口在大幅增加，估计到2035年时，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亿人。据人口学家易富贤测算，2031至2035年左右，中国人口将迎来第一个分水岭。此前，中国的人口仍然比美国年轻，之后老龄化程度超过美国。到2050年，中国将迎来老龄化危机。2020年，每个中国老人有5个劳动力供养。到2050年，中国每个老人仅有1.5个劳动力供养，而同期老龄化较重的英国还能有2.4个。对于中共来说，人口老龄化不是迫在眉睫的大事，与美国争霸、扩张科技和军事力量才是中共的核心问题。中共为什么突然对辉达为中国市场定制的 H20 发起攻击呢？什么不安全了、不先进了、不环保了，都出来了。关键就在于中共要发展自己的芯片，让华为取代辉达。英国金融时报8月27号报道，中国芯片制造商计划在2026年将人工智能芯片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倍，加速摆脱对美国芯片巨头辉达的依赖。
据说，华为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投产一座专门制造 AI 芯片的工厂，在2026年再启用2座新厂。如果3座工厂全部投产，估计产能将超过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。出于政治上与美国一争高下的考虑，中共正在加大对芯片国产化的财政支持。中共国务院本周呼吁全国更大范围采用 AI， 并推动 AI 驱动的技术研发、工程实施与产品商业化的一体化协同发展。在上海上市的寒武纪今年获批融资约6亿美元，包括必任科技、摩尔线程在内的4家较小的 AI 芯片公司，计划最早于今年底 IPO， 目前已在 Pre-IPO 轮共计筹集约30亿美元资金。中共试图让 AI 硬件和软件公司协同发展，挑战辉达的全球领先地位。在军事上，中共穷兵黩武，中国不是一个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，中共却用各种方式扩张军备，尤其是核武。川普8月25号在白宫告诉媒体，他已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军控问题进行了交谈，希望中共也能参与其中。川普指出，我们正试图与俄罗斯和中国做的一件事是去核化，这非常重要。我认为无核化是一个伟大的目标，我们不能允许核武器扩散，我们必须阻止核武器，它的威力太大了。川普认为俄罗斯愿意这样做，中共也不应该反对。川普总统让中共加入美俄去核化的提议，却遭到了北京的明确拒绝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，要求中共加入中美俄3边核裁军谈判，既不合理也不现实。中共的核武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，中共目前至少拥有600枚核弹头，其核武库增长速度为全球最快。而根据美国能源部2023年的数据，美国拥有3748枚核弹头，中共核武库增长速度全球最快，表明中共一直在磨刀霍霍、蠢蠢欲动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。中共的93大阅兵将展示共军高端武器装备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肌肉秀，是中共军备竞赛的大暴露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